家好呀，這裡是風琴佑，馬上就要進哈帕迪了，大家都準備好了嗎？讓我們來看看本次的星象合約中的原初之星檔位，對於各個刻度的玩家來說，都拿多少比較合適？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本期節目由風琴佑獨家贊助播出。什麼？你要白嫖？那給個免費的贊也可以，因為這對我真的很重要，謝謝啦。隨着各個刻度的玩家投資賽季資源的數量相差越來越大，玩家和玩家之間所相差的原初之星的檔位也變得越來越大。不過策劃很明顯是知道這些的，所以每個經驗獲取加成之間所相差的原初之星需求也進行了拉大。相較於之前我選擇從零氪到大氪的講述方式，這次我換一個方式，我這一次準備取中間值。大家可以按照自身對賽季資源的投入往上調整或者往下調整。對於絕大部分玩家來說，8040是一個很合適的檔位。無論是賽季資源花費的比較多的平民玩家，又或者是比較節省的氪金玩家，都可以選擇這個檔位。由於本次進入伊格尼斯不會再進行河區，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賽季加速的問題。上個賽季大量的玩家因為宇之國進哈帕迪本身的提前以及和服導致的資源缺損，在本賽季並不會發生，但是依舊會有後遺症。如果你是我剛剛所說的那一類伺服器玩家，那麼你就有很大可能，尤其是平民玩家，會遇到8040比較艱難的情況。所以這類玩家就可以考慮7080。當然，如果你是正常進度的平民玩家，也是比較推薦這個檔位的。由於7800的檔位與8040相差的數量並不多，所以如果能達到7800的話，我會推薦拿8040。至於7560就看大家自己了，因為這個時候的寶石在很多伺服器中確實有出現賣不出去的情況，也就沒有意義去拿。8040再往上就是9080，這個是絕大部分氪金玩家都能到達的檔位。大概在平均裝備和技能300級、遺物31級的位置。如果你像我一樣超出9080，那麼可以嘗試去拿9360。雖然升華效果並沒有那麼好，但是確實比停在9220的攻擊加1%要好多了。剛剛我提到了平民拿7080，那麼再往下就是6200了。這個檔位基本上都能達到的。即使你在先前幾個賽季都比較隨性，也是能夠很輕鬆的達到。這期間依舊是有一個寶石獲取率和副本升華概率。如果你是到7080比較艱難的話，我會推薦你去嘗試拿6640的寶石獲取率。寶石就算現在賣不出去，未來終究是能賣出去的。5%的獲取率能讓你在本就不富裕的狀況中有少許的安慰。大氪會推薦去拿10200，通常要全賽季平均秘境開銷為6466的玩家才能夠到達的檔位。如果你之前沒有拿這麼多的秘境，這個賽季通常會有點難度。實在不行，拿9640的寶石獲取率以及9920的副本評級獎勵翻倍加2%都是可以的。因為這個階段每個項目所需要的素材消耗都遠遠大於8040檔位的玩家素材消耗。雖然看着翻倍和經驗獲取是相差280，但是這大量的資源我還是會推薦留到下個賽季用。上面的資訊我也有整理成一份谷歌表格供大家使用，當然也包括之前的原初檔位。鏈接我會放在評論區，同時大家也可以通過 Discord 的群關鍵詞去直接召喚鏈接哦。希望這個表格能幫助大家很清楚地了解你所需要的檔位。整個哈帕迪持續時間為接近4個月。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持續長度怎麼樣呢？不出意外，台服的第一波玩家，也就是2月14號進入哈帕迪的玩家，會在6月初進入伊格尼斯，所以大家目前依然有充裕的時間去預估自己賬號最終的檔位，以及去做相應的調整。後續會照例為大家繼續制作有關伊格尼斯的賽季影片。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給一個訂閱，防止錯過最新有意思的影片。那麼這期哈帕迪原初之星檔位就到這裡啦，那我們下期再見，拜拜。